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替嫁良缘甜又飒》故事解说。玉堂与沈怀川相恋8年，感情深厚，终于迎来大婚之日。按照原定流程，次日清晨接亲结束后，婚车便会载着新人前往陆家完成婚礼仪式。没人知晓，这场看似圆满的婚礼背后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背叛与算计。孟婉婉家中突发破产危机，欠下数亿巨额债务。为挽救家族产业，换取陆家的投资注资，孟家父母执意要将孟婉婉嫁给陆家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，想用女儿的婚事填平债务窟窿。沈怀川深知，孟婉婉一旦嫁入陆家，余生将被困在无望的婚姻中，彻底断送人生。为保全孟婉婉，他心生歹念，决定牺牲相伴8年的女友玉堂，让玉堂替孟婉婉嫁入陆家。身边有人得知他的决定后，满心不解，出声质问他为何宁愿毁掉深爱自己8年的玉堂，也要保全孟婉婉。有人提醒沈怀川，陆家那位老人早已病入膏肓，离世后玉堂便会沦为二婚，一辈子都会背负污点，受人诟病。面对劝阻，沈怀川毫无动摇，笃定地表示，等陆家老人离世，他便会重新迎娶玉堂。有人依旧担忧，反问他无法保证玉堂甘愿认命，乖乖替嫁拜堂。沈怀川早已做好万全打算，告知旁人，他会让母亲在玉堂婚礼当天的饺子里下药，让玉堂昏迷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然身处陆家，木已成舟，根本没有反悔的余地。婚礼在即，玉堂满心憧憬着与挚爱成婚的未来，丝毫不知自己8年的深情换来的是未婚夫的绝情算计与替嫁的命运。他满心悲凉，暗自感慨，自己盼了8年的大婚，最终等来的新婚大礼，竟是被沈怀川亲手推入深渊，成全别人。婚礼当天，孟婉婉主动走到玉堂身边，故作羡慕地哭诉自己的命运。他假意感慨玉堂幸运能够嫁给心爱之人，而自己深陷家族困境，被父母逼迫联姻，要嫁给病重的老人，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。话音刚落，孟婉婉立刻露出得意姿态，告知玉堂自己早已偷偷和沈怀川领取了结婚证，有了合法婚姻在手，就算家族逼迫，陆家老人也再也无法迎娶她。这场联姻危机被他轻松化解。玉堂看着眼前虚伪的孟婉婉，瞬间幡然醒悟，这场替嫁从来不是临时起意。沈怀川早已暗度陈仓，另娶他人，从头到尾，他都只是在利用自己，牺牲自己，成全孟婉婉。一旁的青青看清所有真相，忍不住为玉堂打抱不平，怒斥孟婉婉故意在大婚之日卖惨哭诉，就是想故意给玉堂找晦气添堵。玉堂却异常平静，淡然告诉青青，自己早已看透一切，今日的接亲只是一场假象。沈怀川从一开始就策划好了这场偷龙换凤的替嫁骗局。婚礼流程有序推进，众人担心耽误吉时，催促大家抓紧找婚鞋。就在这时，沈怀川身边的人传来消息，称孟婉婉赶来婚礼的途中不慎崴脚，鞋子破损，无法穿着。娇生惯养的她穿不惯粗糙鞋子，要求玉堂让出自己的婚鞋。对方还假意劝说，不过是一双鞋子，没必要斤斤计较。青青见状，怒火中烧，当即反驳，婚鞋是婚礼最重要的信物，专属新娘本人，绝不能随意让给旁人。可面对众人的目光，沈怀川态度冷漠，毫无维护玉堂的意思，轻飘飘一句鞋子而已，穿什么都一样，彻底击碎了玉堂最后的期待。他拦住愤愤不平的青青，主动妥协，让出婚鞋。玉堂心中满是委屈与心酸。近2年来，只因孟婉婉是沈怀川老板的女儿，沈怀川便屡屡以不能得罪上司为由，让玉堂处处退让。他熬夜3月完成的策划案被孟婉婉剽窃，相恋纪念日被刻意破坏，养了6年的爱猫因孟婉婉间接离世，心爱的衣物首饰尽数被抢占。时至今日，就连他的婚礼，他的未婚夫都要拱手让人。孟婉婉穿上玉堂的婚鞋后格外得意，对着沈怀川撒娇，夸赞鞋子贴合舒适，如同量身定制，还询问鞋子的来历。只有玉堂清楚，这双鞋是沈怀川20岁亲手为他制作的专属婚鞋。当年沈怀川亲手制鞋，磨痛双手也毫不在意，许诺成婚之日让他穿上这双独一无二的鞋子，给他世间最好的幸福。可孟婉婉出现后，所有承诺尽数作废。接亲现场气氛热烈，众人纷纷起哄，催促新郎亲吻新娘。就在此时，孟婉婉故意脚下打滑，整个人精准摔进沈怀川怀中，刻意制造暧昧画面。玉堂一眼看穿他的小心思，当场质问他故意为之。孟婉婉立刻装作无辜，辩解自己只是没有站稳。青青气愤不已，直言孟婉婉摔倒的位置众多，偏偏摔进新郎怀里，目的性太过明显。可沈怀川依旧偏袒孟婉婉，出声制止争执，以孟婉婉崴脚体虚为由开脱，认为这点小事不值得争吵动怒。青青满心不甘，细数2年间孟婉婉的种种恶行，可每一次沈怀川都一味包容，将所有伤害归为小事。玉堂早已看淡，轻声安抚青青不必再计较。
闹剧落幕，沈家长辈端来饺子，叮嘱玉堂趁热吃下，寓意婚后日子红红火火。玉堂看着碗中的饺子，百感交集。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多年来被沈家收养，感念沈家的养育之恩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视作至亲的沈家会联合未婚夫算计自己，将自己推入火坑。他默默下定决心，吃下这碗饺子，从此还清沈家养育之恩，与沈家彻底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大婚吉时已到，众人催促新人上车启程。沈怀川走到玉堂面前，冷漠表示自己只能背他到此处，余下的人生路需要他独自走完。青青满心疑惑，按照婚礼规矩，新郎必须背新娘上车。沈怀川的举动格外反常。面对青青的吐槽，玉堂十分平静，直言自己可以自行行走，无需拘泥规矩。沈怀川不耐催促玉堂抓紧上车，不要耽误吉时。随后告知众人自己不坐婚车，会乘另一辆车随行护航。青青始终想不通沈怀川的反常举动，玉堂却一语道破真相。他所有的怪异行为都是为了逼迫自己替孟婉婉嫁入陆家。这场婚礼从始至终都是针对自己的骗局。婚车正式出发，青青很快发现行驶路线不对，急忙让司机掉头。玉堂却冷静告知他，司机没有开错，自己今日的归宿本就是陆家。青青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，痛骂沈怀川忘恩负义，绝情无义。玉堂淡然诉说心境，沈家养育自己10余年，今日替嫁就当是报答恩情。青青却为他倍感不值。当年沈怀川遇险是玉堂舍命相救，沈怀川术后腰痛卧床，行动不便，是玉堂寸步不离，悉心照料。他的付出早已远超沈家的养育之恩，恩情早已还清。玉堂坦然点头，却表示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一切无法挽回。就在此时，孟婉婉发来消息炫耀新婚礼物。照片中的镯子是玉堂母亲唯一的遗物，当初沈家亲口承诺，成婚之后便归还于他，如今却被沈怀川当作礼物送给了孟婉婉。玉堂瞬间情绪崩溃，立刻要求司机停车，想要追回母亲的遗物。可司机态度坚决，不肯停车。玉堂瞬间明白，司机早已被沈怀川买通，他们铁了心要将自己强行送进陆家，无人顾及他的意愿。玉堂强忍悲愤，拨通沈怀川的电话，愤怒质问他为何擅自处置自己母亲的遗物。沈怀川态度敷衍冷漠，劝说玉堂不必计较一枚镯子，日后他会给他买更多更好的首饰。敷衍的安慰彻底刺痛玉堂的心，他逐一枚举自己的委屈。婚鞋让给孟婉婉，母亲遗物让给孟婉婉，相恋8年的爱人让给孟婉婉，如今连他自己都要被迫替孟婉婉嫁给陌生的重病之人。沈怀川坦然承认一切，还试图辩解安抚，称陆家老人病重孱弱，不会对玉堂造成任何伤害，她嫁过去只是走个过场。他坦言自己亏欠孟婉婉救命之恩，不忍毁掉她的人生。他解释自己与孟婉婉领证，只是为了帮她躲避家族联姻。等风波平息，老人离世，他定会接回玉堂，让一切回归原样，恳请玉堂相信自己。历经层层背叛的玉堂早已彻底失望，不再相信他的任何承诺，只执着要求归还母亲的遗物。青青在一旁愤愤不平，怒斥沈怀川绝情过分。混乱之际，孟婉婉突然头部受伤流血，虚弱呼喊沈怀川。沈怀川瞬间慌乱。玉堂心如死灰，明确告知他，若是此刻他选择留下照顾孟婉婉，两人8年的所有感情就此彻底作废，一刀两断。沈怀川毫不犹豫，再次选择孟婉婉，以孟婉婉体虚受伤为由，执意送她去医院。临走前，他习惯性想让玉堂搀扶自己，话到嘴边才猛然惊醒，玉堂早已被他亲手送往陆家，再也不会留在他身边。离开后的沈怀川心中仍自私盘算，让玉堂再忍耐一段时间，等陆家老人离世，他便立刻接回玉堂，往后绝不许他再受半点委屈。途中，沈怀川偶然看到旁人手腕上的红绳，独特的编织手法让他无比熟悉，整个海城只有玉堂会这种编法。他立刻上前询问红绳来历，对方坦然告知是自己的太太亲手编织。沈怀川听到太太二字，立刻压下心中疑虑，暗自觉得是自己多想。在他认知里，玉堂早已嫁给陆家病重老人，绝不可能在此处出现。另一边，孟婉婉见沈怀川留在身边，立刻装作无助委屈的模样，哭诉家中破产，债主上门，父亲依旧逼迫他联姻，若是沈怀川不管他，他便走投无路。沈怀川温柔安抚，承诺绝不会抛下他。不久后，护士通知孟婉婉进行例行体检，孟婉婉心生胆怯，让沈怀川守在门外等候。沈怀川全程陪同，还特意嘱托医生仔细检查，询问孟婉婉昔日车祸、捐肾经历是否留下健康隐患。医生查看体检报告后，明确告知沈怀川，孟婉婉栓肾完好，功能正常，从未有过捐肾记录，身体一切健康。她腰上的疤痕是早年肾结石开腹手术所致，并非捐肾留下的创口。这一刻，尘封3年的往事涌入沈怀川脑海。3年前，
她确诊尿毒症晚期，为不让家人和玉堂担忧，刻意隐瞒病情，早已做好离世的准备。幸运匹配到合适肾源后，侥幸存活。当年护士告知她，捐献肾脏的是一位瞒着家人救人的年轻姑娘，住在隔壁8号病房。她前去寻找时，只看到了孟婉婉，便理所当然将孟婉婉当成救命恩人。沈怀川知晓孟婉婉一直对自己示好，屡次被自己拒绝，满心愧疚的他，认定孟婉婉为自己付出良多。自此之后，他将所有偏爱与愧疚尽数给了孟婉婉，处处迁就，事事维护，甚至不惜牺牲陪伴自己、照料自己的玉堂，只为报答这份误以为的恩情。医生的话彻底推翻了他3年的认知，他才幡然醒悟，这一切都是巨大的乌龙。救自己性命的人从来不是孟婉婉。他立刻查阅当年的捐赠原始记录，白纸黑字的信息让他彻底崩溃。默默为他捐肾、救他性命的，是被他亲手算计、推入深渊的玉堂。滔天的悔恨与自责席卷了沈怀川，他立刻拨通玉堂的电话，想要求证真相、诚恳道歉，可电话、微信均被拉黑，玉堂彻底切断了2人所有联系。不肯接受现实的沈怀川驱车狂奔至陆家，执意要面见玉堂。陆家门卫态度强硬，拒绝他擅自入内，同时告知他2个重磅消息：陆家于唐太太3年前早已登记离世，如今并无陆太太，且玉堂今日已然出国，半年后才会归国。沈怀川瞬间僵在原地，满心错愕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荒唐。玉堂新婚次日便远赴海外，根本无需伺候所谓的病重丈夫，自己所有的算计、背叛与牺牲，全都沦为一场天大的笑话。失魂落魄的沈怀川刚离开陆家，就接到了孟婉婉的哭诉电话。孟婉婉称，债主再次上门砸毁家中财物，父亲又一次逼迫他联姻，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再次求助沈怀川。这一次，沈怀川彻底褪去所有温柔迁就，冷漠质问自己凭什么一再帮他。孟婉婉不解他性情大变，质问他违背了永远护着自己的承诺。沈怀川终于揭穿所有谎言，坦言自己往日的偏爱都是误以为他是救命恩人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他从未救过自己，自己再也不会无条件纵容他。孟婉婉慌乱辩解，自己从未亲口承认捐肾救人，是沈怀川自己误会多年。沈怀川早已看透他的虚伪，不再听任何辩解，直接提出离婚，告知他从此一刀两断，他的所有困境都与自己无关。孟婉婉彻底恐慌，哭着哀求挽留，坦言自己当年默认误会，只是因为深爱沈怀川，害怕真相曝光后彻底失去他。他死死拉住沈怀川，哭诉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旦被抛弃，只能被迫联姻。沈怀川满心厌恶，直言最狠心的从不是自己。当年自己为了报答虚假恩情，亲手牺牲挚爱玉堂，将他推入火坑，而孟婉婉全程心安理得，抢占玉堂的一切，享受本该属于玉堂的人生，毫无半分愧疚。这般自私虚伪的孟婉婉，让他无比恶心。说完，他毅然甩开孟婉婉的手，转身离去。漫长的等待过后，沈怀川终于等到玉堂回国。他第一时间找到玉堂，满心愧疚与急切，接连追问他出国不告而别、拉黑自己的原因，迫切求证3年前捐肾的人是否是他，想要知晓所有被隐瞒的真相。玉堂心境淡然，早已放下过往爱恨，坦然承认3年前为沈怀川捐肾的人就是自己。他缓缓道出当年的隐情。沈怀川隐瞒尿毒症病情，独自承受病痛。他得知后，害怕他知晓自己捐肾后心生愧疚，背负压力，便全程隐瞒，偷偷完成了肾脏捐赠手术。术后，为避免沈怀川察觉破绽，玉堂谎称出差，刻意躲避了他整整3个月。盛夏酷暑之时，他也常年用厚重遮瑕遮盖腰上的手术疤痕，将这份救命恩情默默藏在心底3年，从未对外提及。他始终无法释怀自己的默默付出，为何会被孟婉婉轻易冒领，让沈怀川错付多年，伤自己至深。沈怀川弃身忏悔，道出当年的误会。他当年得知恩人在8号病房，前去探望时恰好遇见孟婉婉，便错认了恩人。玉堂平静解释，自己当初确实住在8号病房，为避免与他碰面产生误会，术后便立刻转院，才造成了这场持续3年的乌龙。沈怀川崩溃自责，苦苦哀求玉堂跟自己回去，坦言他本该是自己的妻子，不该承受替嫁的委屈，想要弥补过错，挽回一切。玉堂态度坚定，果断挣脱他的拉扯，明确告知他木已成舟，世事难回。如今他已是陆家合法媳妇，婚礼已然落幕，2人的缘分早已彻底终结。沈怀川依旧不肯死心，执意要强行带走玉堂。为彻底斩断他的执念，玉堂告知他自己已然怀孕，丈夫温柔体贴，待她极好，她绝不会离婚，绝不会回头。沈怀川满脸震惊，他一直以为玉堂的联姻对象病重孱弱，根本无法与他孕育子嗣。玉堂随即揭穿所有传言假象，坦言自己的丈夫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，外界病重的传闻全是假的。嫁入陆家的她从未受过半点委屈。就在沈怀川执意纠缠之际，陆景林快步上前，将玉堂牢牢护在身后。
沈怀川看清陆景玲的样貌后，瞬间彻底傻眼，终于明白此前自己偶遇的戴红绳的男人就是玉堂的丈夫。玉堂嫁的根本不是陆家年迈病重的老人，而是陆家真正的掌权人，陆家孙子陆景玲。玉堂看着事态崩溃的沈怀川，淡然道出所有真相。陆家确实需要联姻稳固局势，但联姻对象本就是年轻的陆景玲，并非病重老人。他坦然感谢沈怀川的背叛与算计，正是这场荒唐的替嫁，让他彻底摆脱错的人，遇见了温柔专一的陆景玲，拥有了安稳幸福的人生。他对当下的婚姻无比满意。沈怀川看着眼前安稳幸福的玉堂，终于幡然醒悟，痛彻心扉。是自己的愚蠢与自私，亲手毁掉了8年真挚爱恋，亲手将最爱自己、为自己舍命付出的女孩推给了良人，最终落得一无所有，沦为世间最大的笑话。陆景玲不愿让沈怀川继续纠缠打扰妻子，当即让人将他驱离，还温柔叮嘱玉堂，日后此人再来纠缠，尽数告知自己，他会全程护他周全。玉堂心中彻底释然，是沈怀川的绝情，亲手斩断了两人的过往，成全了自己安稳纯粹的幸福。随后，他跟随陆景玲归家，陆景玲笑着叮嘱他，爷爷在家等候，若是知晓自己让他久站劳累，定会责怪自己。途中，玉堂好奇询问陆景玲，为何愿意接受这场毫无交集的包办婚姻。陆景玲缓缓解释，当年爷爷心病缠身，身体堪忧，唯有联姻能稳住陆家局势，他无奈应允。原本他早已想好，婚礼结束便向新娘坦白，解除婚约并予以补偿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新娘竟是自己高中时就默默暗恋的玉堂。高中时期的玉堂专注上进，一心求学，清冷美好的模样早已深深烙印在他心底。这场意外的缘分让他彻底打消了退婚的念头。婚后，陆景玲将玉堂万般宠溺，悉心呵护，事事细致入微。她叮嘱下人调高地暖，每日备好新鲜燕窝，把玉堂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。玉堂心怀坦诚，不愿对丈夫有半分隐瞒，主动告知陆景玲自己过往的恋情以及为前任捐肾的经历，让她自行考量是否介意自己的过往。陆景玲毫无芥蒂，温柔安抚玉堂，她从不纠结他的过往，只珍惜两人相守的未来。她郑重承诺，虽是包办婚姻，但她定会肩负丈夫的责任，一生善待守护玉堂。玉堂也郑重回应，会彻底告别过往，忠于婚姻，忠于陆景玲。时隔半年，沈怀川依旧无法放下玉堂，再次上门纠缠。他将几经周折追回的玉堂母亲的遗物镯子亲手归还，告知玉堂早已与孟婉婉离婚，再也无人抢占他的一切。他卑微道歉认错，恳求玉堂原谅自己，与陆景玲离婚，回到自己身边。玉堂态度决绝，明确告知两人早已结束，绝无复合可能。他性情传统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既已嫁给陆景玲，便会坚守本心，不负婚姻，不负良人。一旁的陆景玲满眼宠溺，默默为妻子剥石榴。有人见状调侃，堂堂陆氏总裁亲手剥石榴，定会让下属大跌眼镜。陆景玲笑着回应，为妻子做事是心甘情愿的幸福，下属只配领取奖金，不配见证自己的温柔。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玉堂听闻了沈怀川的近况。自他嫁入陆家后，沈怀川终日活在悔恨痛苦中，常年酗酒麻痹自己。他本就做过肾移植手术，身体底子薄弱，长期作息紊乱，肆意挥霍身体，再次诱发严重肾衰竭。走遍海城名医，用尽良方，依旧药石无医，时日无多。不久后，沈怀川的母亲亲自登门陆家，苦苦哀求玉堂念在沈家10余年养育之恩，去见弥留之际的沈怀川最后一面。他哭诉沈怀川昏迷之际，口中念念不忘的全是玉堂的名字，已然撑不了几日。玉堂心境淡然，冷漠回绝了他的请求。他清晰告知沈母，自己早已还清沈家所有恩情。为救沈怀川，他甘愿捐献肾脏；为报养育之恩，他被迫替嫁，受尽委屈。当年沈怀川一句木已成舟，别无选择，断送了他的人生。如今这句话，他原封不动还给沈家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无人能够更改。哀求无果后，沈母当场撕破脸面，在陆家门前撒泼大闹，扬言若玉堂不肯松口，自己便死在陆家门口，痛骂玉堂冷血无情，忘恩负义。陆景玲见有人肆意闹事，欺凌妻子，立刻上前护着玉堂，气场凛冽地警告沈母不得倚老卖老，寻衅滋事。随后当即下令将沈母驱离，立下规矩，所有沈家人永远禁止靠近陆家别墅100米范围。风波平息后，陆景玲看着玉堂被抓红的手背，满心心疼，立刻让人取来冰袋为他冷敷。他满心顾虑，生怕玉堂心软怀旧，回头原谅沈怀川。玉堂无奈打趣他爱吃醋，温柔承诺有他守护，自己绝不会再见沈怀川。几日之后，玉堂打算前往墓地祭拜父母。陆景玲反复叮嘱路途货车较多，开车务必谨慎，抵达后第一时间报平安。女儿也乖巧叮嘱妈妈早点回家，等着收礼物。去往墓地的途中，玉堂心中满是慰藉，
默默告知逝去的父母，自己如今生活安稳，有温柔专一的丈夫，乖巧可爱的女儿。若是父母泉下有知，定然能够安心。可就在赶路途中，玉堂遭遇严重车祸，脑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当场昏迷。等他再次苏醒，脑海中所有过往记忆尽数消散，他彻底失忆，全然不知自己是谁，身在何处。守在病床前的婆婆见她醒来，满心欣喜又满心心疼，哭诉自己连日来的担忧与煎熬。玉堂看着眼前陌生的女人，毫无半点熟悉感，疑惑对方为何称呼自己为媳妇，日夜守着自己。婆婆连忙解释两人的婆媳关系，告知她因严重车祸脑部受创昏迷，自己连日寸步不离照料。婆婆满心愧疚自责，坦言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，若不是自己随口想吃南煎软糕，玉堂便不会出门采购，更不会遭遇这场惨烈车祸。玉堂依旧满心茫然，脑海中没有婚姻、车祸、家人的任何记忆，对周遭一切都充满陌生感。婆婆担心她身体虚弱，连忙安抚她卧床休息，打算出门为她购置热粥补充体力。临行前，婆婆立刻给儿子打电话，满心欢喜告知他昏迷多日的妻子终于苏醒，让他尽快赶回医院。